刘宪，肖局他们刚进门，吴书记又通知他们开会，抓得够紧的。不过，这回他再也不会替周东升说话了。根据什么？那天在制药厂，周东升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。真的？好多人都看见了。周东升以为拿他们厂的事儿当儿戏。去调查组开会呀？对，你呢？我也是。我有个事儿正想问你。什么事？你和肖局长送老书记去看病是自己决定的呢，还是刘县长安排的？我是刘超安排的，肖局长好像也是吧？他怎么忽然想起来管这事儿呢？老书记那天突然发病了？不是，他一直身体不好，早就想去看看，可又没有时间。怎么了？这么说，果然是另有目的。你说谁呀？刘超？你是说刘超安排我和肖局长去看病，是另有目的的？赵亮，其实刘超没有你想的那么坏。其实谁跟谁都是缘分。当初我是对刘超有些想法，可毕竟也认可了。这事儿谁又抢不了谁呢？你不该对刘超有什么成见。好了，我们去开会吧。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，药物中毒事件是屯溪制药厂搞的，他们为了谋取暴利，不惜假冒别人的品牌。我的意见是，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，该查封的查封，该恢复生产的恢复生产。另外，调查组不解散，接着查清屯溪制药厂的账目。一个投资上千万的工厂，设备为什么如此简陋，连最起码的药品化验和检测设备都没有？购置设备的资金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次要一并查清，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及所有南高的纳税人明明白白的一个交代。老万，我看这个结果是不是先不忙着公布，还是先压压的好？啊？为什么？封杀一个企业也不用这么急嘛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都是南高的企业。干嘛一个要捧上天，一个要斩尽杀绝呢？啊，农民嘛，就是这个素质，做出点什么这样那样的事情也是难免的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们做主管领导的不说负什么责任，还要一个劲儿的曝光惩罚，这样下面的人以后怎么工作？大家还干不干了？怎么干？刘县长，你刚才讲的这些理由，恐怕连你自己也不相信吧？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你反对查清这件事，直截了当的说清楚好不好？难道就因为是屯溪人干的，你作为屯溪老乡，不愿意得罪他们，伤害他们吗？这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吗？这样吧，都往我身上推。不管谁问起这件事，就说是我在坚持调查，刘县长不同意，可我一直坚持他拗不过我。事实上呢，也是我一直在主持调查工作。如果谁有什么问题，可以让他们来找我。吴书记，不用这么高姿态吧？
我既然还在这个位置上，就不能看到他们受到伤害。那他们伤害别人的时候呢？他们的假药吃死人的时候，怎么没听你讲这种话呢？你是南高县长，不是屯溪人的族长。再说，这是常委会上定下来的。我对这个事情有不同意见。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可以保留，但决定必须执行。吴书记，周东升这个人，值得你这么支持吗？那天在制药厂，他指着你破口大骂，有这件事吗？有。一个制药厂的厂长居然对县委书记破口大骂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可是他骂的对。明明告诉人家第二天就能拿出调查结论。第二天黄老先生也来了，可是调查组的2位主要成员都走了，剩下的人去查封他的厂子去了。把周东升的厂子查封了？魏主任，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问你，你是调查组组长吗？既然不是，你有什么权利决定查封周东升的厂呢？事情发生以后，有人曾经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有人故意安排的，我不相信。现在看来，这里面还真有名堂。什么名堂？吴书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别着急，一切都会搞清楚的。刘县长，已经定下来的事，最好不要轻易改变，不然人家会说我们朝令夕改，那县委县政府成了什么形象？还是那句话，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，不打假就是打真，不打劣就是打优，对假冒伪劣的保护，就是对名优产品的封杀，这是不允许的。总之，调查工作一定要搞下去。首先查封屯溪制药厂，接着查清他们的账目。我的意见已经谈了，采不采纳你们看着办吧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有事瞒着我？什么事儿？从一开始你就为调查组的取证工作设置障碍。那天给爸看病，我一看见肖局长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他是老爷子一手提拔起来的，老爷子现在需要帮忙，他不该跑一趟吗？那趁我和肖局长不在，魏德礼带调查组的人查封周东升的厂呢，你怎么解释？那是魏德礼自己胡闹。这话你骗到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哎，老爷子的病查怎么样了？你还记得老爷子的病啊？废话，他是我老子。查怎么样了？查出来了。什么病？神经性胃炎。医生说怎么治？吃药。没别的办法。
你说，魏德礼是不是你指使的？是又怎么样？这事儿你少插嘴。我是调查组成员，少插嘴的应该是你。哪来这么大火气啊？是不是赵亮让你回来审查我来了？你别跑题啊！一点都没跑题。自从这个赵亮大学毕业回到南高以后，你的火气一天比一天大。你以为我感觉不出来是不是？对，我心里一直有他。你满意了吧？喂。哦，于雅，还没休息啊？还没有。你呢？也没有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把小新给吵醒了？哦，小新今天晚上不在我这儿。哎，那他去哪儿了？他去谈王阿姨那儿了。王阿姨？王阿姨是谁啊？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农行的副行长。哦，她漂亮吗？为什么问这个？哎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。相当漂亮。哦。哦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就是思考的意思。思考的结果呢？小新应该回来了，要不他在那儿充当了那种角色。哪种角色？你和那个漂亮女人之间的纽带。哎，小新在家不已经充当过这种角色了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女儿跟画家学画，为妈妈提供一个跟画家来往的机会。于雅，生气了？哎，你怎么不讲理呀？自己怎么说都没事儿，别人刚说一句就把电话扣了。哼，对，只许我说你，你说就不行。怎么了？睡不着了？睡不着。哎，于雅，你客观的讲，我的能力怎么样？回答我。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呢？能力强，聪明能干，学习上从不感到吃力，成绩啊还总比别人好。哎，当初还不是让你的聪明才智把我给迷住了，要不我也不会离开北京跟你跑到这儿来。怎么了？进了官场，尤其是来了南高以后，我怎么越来越感到自己弱智呢？你弱智？别笑，真的。我发现自己的智力还不如一个镇长，在他们面前
我常常表现得非常幼稚可笑。可以前我对自己一直是自信的，在这个小县城里，却时时陷入一筹莫展的窘境。你说我是不是未老先衰了，开始退化了？舒田，我觉得你不适于走仕途这条路，你的聪明和能力都不在这方面，真的，早点放弃吧。不行，我要是就这么放弃了，不是被别人瞧不起吗？玉雅，休息吧。你能睡得着吗？跟你聊了一会儿，好多了。早点休息，祝你做个好梦。我挂了。同志，你好，请问长途汽车站怎么走啊？啊，在那边，一直往前走。在那边。对，谢谢你啊。不谢。哎，刘县长，老书记这2天身体怎么样？还那样。慢性胃炎这病没什么好办法。看得出来，老书记很心疼你这个儿子。不过也难怪，他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有空多陪陪他。我多陪陪他工作怎么办？还不得把你一个人累坏了？哼！哎，对了，屯溪制药厂的账查怎么样了？啊，问题相当严重。原来用来购置检测、实验设备的400-500万资金不知去向。这么多？没想到吧？屯溪这几个人胆子也太大了，你老兄还替他们打抱不平，这回知道了吧？那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，车间、仓库、财务室都已经封了，这种状况绝不能再继续生产了。老吴啊，这些陈年老账查得清楚吗？必须得查清楚。否则我们没法向南高的老百姓交代。哎，你说这么大一笔钱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农民办企业，账目乱点也是难免的，啊？40-50万的话，可能是管理上的问题，可400-500万几乎是他们投资的一半。说是管理上的问题，解释不通。我已经告诉他们了。查清以后，抓紧向地区汇报，然后尽快做出处理。喂，你给我过来一下！现在啊？不是现在，还是明年啊？不是，刚才吴书记来了个电话，也让我过去一下。哎，我说，你是我的秘书还是他的秘书啊？刘县，您别发火，我再糊涂也不至于把这个搞错呀。他叫你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好好好，快点过去办完事，马上回来。好好好，我先见见吴淑田，见完以后我马上向你汇报。哎，请进。吴书记。啊，魏主任，来，请坐。啊。上次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。不，完全是无中生有，是多年以来头脑里假大空的东西
没有完全肃清。经过吴书记的批评教育，我已经做了深刻的反省。文章的内容是实时的，说实时还不够准确，应该是编造的。但我现在说的不是内容，而是文字文笔。实事求是地说，那篇文章不错，能把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写得活灵活现，跟真的似的，这也是一种本事。如果连没影的事都能写得那么生动感人，那如果确实存在、确实发生过的事，是不是就能写得更生动感人呢？今天请你来，是想让你再给我写一篇文章。吴书记，不知你让我写什么内容啊？一位优秀的企业家。谁呀？周东升。周东升？怎么？难道他不是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就开发出了活血化瘀口服液这样的药品，而且打入了东南亚的市场，每年给国家创汇上千万。同时把一个县办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颇有影响的大厂。像这样的企业家不应该大书特书广为宣传吗？何况宣传的不是他本人，而是宣传整个南高制药厂。可他们厂目前的状况……南高制药厂的状况很差，这是大环境造成的，是我们工作失误造成的。魏主任，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贡献。所以说，不管从工作上还是从道义上讲，你我都有责任替他和他的制药厂恢复名誉。怎么样，魏主任，这篇文章写不写？那好吧，要写就要写好，水平比上一篇只能高不能低。我记得上一篇是发表在地区报纸上，是吧？这一篇不仅要发在地区报纸上，而且要在省报上发表，甚至是人民日报，要让黄老先生在新加坡看到以后，能回来重新投资。有这信心吗？有。好，稿子出来以后，我先拜读，先睹为快嘛，然后用电子邮件给几家大报发去，争取在10天以后上报，怎么样？吴书天找你干什么？让我写篇文章吹捧周东升。没问别的？没有。知道吗？吴书田他们去了屯溪制药厂，他们查出来400-500万元的资金下落不明，财务室、仓库还有车间都已经封了，他们要一查到底。他让肖国璋尽快写入汇报文件，向上级汇报。这就要向地委汇报？我问你，这400-500万是怎么回事？400-500万？我们就用了他200万。我可告诉你，你小子别蒙我。刘贤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。你好，李新宝、毛政府他们想请你到屯溪山庄去坐坐啊。为什么？说是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。这个节骨眼上有这个必要吗？开始我也这么认为，但是我一想，
这神经也不能老这么绷着，该放松的时候也应该放松放松啊。好吧，太好了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热菜等客人来了以后再上啊。好，去吧。他也该来了。刘县长，他本来说什么也不来，这2天他心情不好。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们屯溪药厂的事儿。肖国璋已经把材料准备好了，正准备向地区汇报。这事儿要是让陈部长知道了，就麻烦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能讲点礼貌？我饿了。用纸巾。哦，当镇长好几年了，还改不了农民的习惯。我本来就是农民嘛，哎，还想赶上人家这城里人啊？当年呐，人家城里人吃细粮，咱们呢吃粗粮。如今呢，咱们吃细粮了，人家呢城里人又吃粗粮了。哎，当年呢，人家城里人用这个纸擦屁股啊，对，擦屁股。咱们呢是用土坷垃，如今呢，咱们用这个纸擦屁股了。人家城里人又拿它擦嘴了，咱们永远也赶不上。哎呀，能不能别说这个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哎，好了，你少说废话。哟，刘县，哎呀，刘县长，哎，坐，刘县长，来，请，来，坐啊，哎呀，坐，坐，哎，好，哎，进来吧，进来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是给各位助兴啊。胡闹！现在正在反腐倡廉，学习贯彻3个代表，你怎么还搞这一套啊？不像话！来，对不起啊！走请你们出去好吧？啊，误会了啊！来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。老毛啊，叫我上菜吧。哎，好，上菜啊！哎，喂，您喝什么酒啊？这2天喝的有点多。好，喝点啤酒吧。刘县长马上就到。刘县，郑经理来电话说陈部长到了。哎，陈部长这个时候干什么来了？莫非他已经向地委汇报了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你们先喝着，我去看看他。县长，坐啊，好。陈部长这个时候来，请进。陈部长。怎么样，郑经理？你那个宾馆的效益还行吧？老部长，来吃点金钱菊。待会儿。县委县政府几乎每天都有迎来送往的事，有些客人给我们钱，我们也不敢要啊。你想想，怎么可能有经济效益呀？不过，社会效益也是效益嘛，有时候比经济效益还要重要。我就不同意这种观点。一谈经济效益，好像只剩下钱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。快进来，陈部长等你半天了。陈叔叔。阿超啊，请坐。坐。
领导们研究事情，我就不打搅了。陈部长，您这是到家了，有什么需要的就打个电话。啊，谢谢你啊。行，你这个宾馆经理啊，很能干，人也热情，也很负责任。是吗？谢谢陈叔叔夸奖。换届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这次下来是想先摸摸情况。原来您是为这事儿来的。这还不是大事啊？是大事。怎么刚才我找老吴，他不在啊？又去屯溪去了。去屯溪干什么？打假呗。打假？这个老吴在你们这儿干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人家是下来镀金的，1年半载回去就得提拔。这工作上嘛，还是很认真的。什么下来镀金呢？这次我到省里来开会才知道，他是被贬下来的。贬下来的？在省机关跟领导弄得不对付。是这么回事？你想想，我原以为呢他是下来镀金的。你想啊，年轻轻的就当了正处级，又有硕士学历，一个省里的干部下到南高这么个小县，不是下来镀金是来干什么？谁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而且呢，他是通过一键双考考上来的。就这还是考上来的？可不是嘛。也不知道上头是怎么想的。这干部苗子嘛，要一点点发现，然后呢一点点培养，这是咱们党的优良传统啊，从建党的时候起就是这么做的。现在倒好，满世界登广告，公开选拔。你说那还要咱们组织部门干什么呀？这么考上来的干部也能叫干部？他们懂得尊重上级吗？懂得尊重同志吗？什么叫维护党的原则啊？什么叫维护集体利益？他们明白吗？仗着自己有个博士硕士文凭，会说几句外语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老实说呀，这世界上最复杂的是什么？是人的思想啊。你会几句外文就能摆动人了？这些人呢，比你们这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差远了。要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们得少受多少窝囊气呀！工作不好做，是不是？陈叔叔，我告诉你，简直就是太难合作了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们这些当地的干部，说轻了不是，说重了不是，说深了不是，说浅了也不是。你说重了吧，人家将来回去要提拔，还能有我们这些当地干部的好果子吃；说轻了吧，人家根本拿你这些话不当回事儿。阿超，这话可哪儿说哪儿了，到外头可不能说。陈叔叔，放心吧，您说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，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。陈叔叔，这么说，他1年半载还真走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他往哪儿走？当初要是有地方去，就不会来南高了。阿超，你给我的这个下届干部的人选我已经看了，基本上还可以，个别的1、2个我动了一下。陈叔叔，您认为不合适的，您尽管动。
诸位，那天的酒没喝好，尤其是刘县长，因为有事儿，要先走了，是我向李厂长建议啊，咱们重新摆一桌，以示庆贺。来，刘县长，我先敬你一杯，来，兄弟我先干为敬了啊！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刘县长，来，我的马大镇长啊，以后少整点我的黑材料，少蹲点我的坑就行了啊。嗨，刘县长，其实啊，外界对我有很多误解，以为我专门抓领导的小辫子，整垮领导。其实啊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啊！在座的又是厂长又是主任，你们说说看，我整垮谁了？你们说说看，我是给哪个领导写过检举信，还是给纪委写过揭发材料？我抓领导的小辫子，这我承认。其实呢，我那完全是为了跟大家交朋友，为了跟你们建立友谊啊，绝对没有把领导整垮的意思，这完全是两码事嘛。你们说对不对呀？毛镇长说的对，当初啊，我就是让他抓住了小辫子，是吧？结果呢，我们成了好朋友。对，不打不成交嘛。我跟老毛也是这么认识的。刘县长，看看我说的不错吧？兄弟，我往后啊，就是你的人了啊！只要你一句话啊，不管是什么事儿，兄弟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绝面而化啊！咱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自己人了啊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有请刘县长对大家说一说啊！现在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原本是以为镀了金，待个1年半载就走人，我们大家还有个盼头。现在可好，遥遥无期。好了，大家慢慢喝着，我把这杯酒喝了，还要和陈部长研究下届班子的事，先告辞了。好了，慢慢喝着。好，您慢走，慢走，刘县长。再见。要是真这样的话，咱们就不客气了。那总得有个理由啊！什么理由啊？我已经留心他好多日子了，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很严谨，还没有什么辫子可抓。那是你辛苦没下套，人无完人，都吃五谷杂粮，还有没毛病吗？那是啊，就是，在南高县这么1亩3分地上，有什么事儿难到过我们屯溪人呢？就是。对呀。怎么样，还没有收回来？没有。邪了，这个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辫子可抓？要开动脑筋，要想办法。这么好的形势，无所作为还行啊？好了，别烦了，我不正在想办法吗？老毛，我用，别动！快！对，怎么回事啊？跟上那个人。是他，这小子到这儿来干嘛？你说谁呀？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小子当年和我关在一个号子里，诈骗犯啊！你说他到这儿来干嘛？他到这儿来找谁呢？你别认错了。哎呀，不会错，我们都关在一起呢。等，这小子到农行找谁呀？他到农行干什么呢？不知道啊。请进，王行长，有人找您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是？
你是？你好好想想，怎么不认识了？啊，你是胡希文吧？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终于想起来了，我们10年没见面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哪里哪里，来，快请坐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记得那会儿我才念初1吧，你都念高中了，瘦得跟小猴似的，哪像现在一副大老板的样子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大堆，饭都吃不饱，能不瘦吗？如今呀，赶上好政策，托国家的福嘛。哎，看你这个样子，财大气粗的，在哪儿发财呢？四海房开公司，民营企业，是我自己搞的。房地产开发，一定很赚钱吧？怎么说呢？还行吧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哎呀，还是你们好啊，自己开公司赚大钱，想干嘛就干嘛。你这不是也挺好吗？手上握有成千上万的贷款，当个农行副行长也够吃香的了。我哪能跟你比呀？那都是国家的钱。哎，这次来南高是干什么？来看看，南高水利资源很丰富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准备投上个几千万，建个水电站，赚他一大笔。哦，这么说，你是来搞投资的？对，就是这个打算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有空我陪你好好转转。谢谢。不过我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最近我们农行存款比去年有所减低，我心里也挺着急的，想请你帮个忙，把户头啊开在我们农行。这还不是你一句话吗？明天呢，我就派人来办开户手续，啊！